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事实证明，31岁的影帝肖战已经走上了另一康庄大道。玉骨遥终于完结了，准确来说，是剧迷们要和石影神官告别了。主演肖战不演古装则已，一演照样可惊艳四座。是仙人之姿，或皎若云间月，或温文尔雅。可看出，石影一角的塑造是颇为成功的，想必念念不忘者不计其数。而就在近期，国内第6代导演贾樟柯在一则采访里也提到了肖战，两人合作了微电影。他说，拿捏得很好，演得很好，已经是经验很丰富的演员了。虽然业内的商业互吹不在少数，但贾导一向特立独行，别人对小鲜肉喷流量明星，他却中肯评价他们当中很多孩子非常有潜质，你看他们歌舞才艺那么好，说明感染力、领悟力是很强的。如果遇到好的制作环境，有可能变为表演艺术家。不过，肖战在他眼里并非孩子，年龄小，但不适合称他为孩子没，因为经验很丰富了。俗话说，大导鼓掌，同行赞美，都抵不过再次合作。据悉，肖战和贾樟柯已经2度合作了，上一次是另外一部微电影，他在里面扮演短道速滑选手的陪练。第2次为最近的都在酒里，这回他化身酒馆老板，在另一个时空和繁杂的世界对话。片段式的表演，细数之下，没有多少高光，一颦一笑让人梦回肖春生。但别急，正如贾樟柯所言，肖战的表演已经有开阔感了。咱们不妨来看看《玉骨遥》里的石影。此剧因为开篇女主朱颜的颜值以及表演劝退不少人，当然剧情走到后半段，任敏仍旧没有撑起来，有时候接不住对手演员的戏，哭戏、眼神戏接太平，没有感染力，甚至于配音和本人各演各的。倒是肖战扮演的石影，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扮相自不用说，清冷似仙，从仪态到神色皆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谁说古装偶像剧不需要演技？不仅需要，而且要精彩绝艳才能叫观众印象深刻。在最后8集，石影被破坏神虚瑶附身，2个意志在一具身体内挣扎，黑切白，白切黑，来回反复。他一会是石影，一会被控制，正邪频繁切换，似癫狂，似深情，一边落泪，一边入魔狂笑。最精彩的是被附身后的黑化和拼命压制本体之间的极致拉扯，这最考验演技。疯批看似带感，实则难以演绎，演过了太夸张，演浅了根本看不出。而他最拿手的就是善用眼神来表现人物，黑化不需要烟熏妆，无需大喊大叫，无需歇斯底里，只看严厉的情绪，就能一眼看出哪个是石影，哪个是虚瑶。比如，当破坏神控制身体时，肖战的眼里全是痛苦，感觉随时要被后者吞噬；而当石影掌控身体时，他的脸部不断抽搐，是在和破坏神不断斗争。几分钟之内切换10几次，让荧幕前的观众起鸡皮疙瘩。正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，浪成于微澜之间。表演是否打动人心，关键在于是否关注细节，细节决定成败，并非虚言。所以，当石影失忆后变回小世子时，肖战的表演也有了细微变化。他设计了一些细节，像爬鸟杯像孩子一样爬上去，而且鞋底脏兮兮。说起话来，语速加快，音调微微提高，行为跳脱，连吃糕点
嘴角也留有残渣，眼神清澈又明亮。明明装扮一样，可你能从肖战的表演和声线中明显区分出失忆后未经磨难的小世子，明媚懵懂和恢复记忆后的大神官。不得不说，这2年肖战确有精进自己，很多小细节也有注意。比如以前他在采访里提到角色的角，他会读 JIO， 后来的采访都是角居色，以及写的发音，很多人会读成徐，但其实这个字只有习和徐2个读音，他在玉骨遥里配音是徐。贾樟柯称肖战很自信，这种自信不是自大油腻，而是既坚持本土的，又接纳世界，言下之意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是中国文化里的自信，不卑不亢。记者夸其仪态好，感觉真的在飞，他回武行老师的功劳。看他采访，却感言之有物，不是内娱文盲的水平，如接下玉骨遥剧本。最喜欢石颖，因为他认为人可以逆天改命，没有必定的天命。转身将朱颜藏于袖下的巧思，是肖战和导演多番讨论后加的。后面几大名场面，如变小可爱哈基米、变黑影、走万劫地狱等等，皆有他的小设计。单单几个一闪而过的镜头，将神官的怜悯、上位者的俯视轻松演绎出来。其中有几段哭戏感染力直接拉满，和涵洞、曾黎对戏，一个有教导之恩，一个有养育之恩。面对2人的离开，他的声音皆是颤抖的，痛苦、悲伤，像一只受伤的小兽，无助、无力。这让观众突然意识到石颖其实不过22岁而已，他虽然强大，但实为人，也有脆弱的一面。在贾樟柯的点评里，肖战代表了很多年轻人，有礼貌有礼数，一举一动镇定友善。总结下来，就是情绪稳定，毕竟经历了一次全网黑后，他也并没有意志消沉，或是摆烂、接烂片，或是不接受一切恶评。肖战的选择是接受所有声音，然后继续默默拍戏，不辩解不委屈。在玉骨遥播出期间，他一直在上表演课，在为进组徐克的《射雕英雄传》之侠之大者做准备，增肌、留长发。这回他要挑战金庸笔下的经典角色郭靖。在被全网黑的3年内，肖战平时除了拍戏就是演话剧，从不上综艺，曝光度极低。所以梦中的那片海里的他，口音有了极大改善，台词进步飞速。当然，肖战的表演并非无可挑剔，演技没到封神的地步，只是这种认真钻研的态度，会让观众总是期待他的下一次。